你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业力，甚至不知道它有多么重要，它才是你命运剧本背后的总导演。这个视频我来跟大家讲清楚，这个无形之力，它到底是在怎样左右着你的命运。着急就是业力，人一旦被情绪控制，劫难就会到来，逆境如同沼泽，慌张只会让你越陷越深。只有沉住气，静下来，心中才有智慧显现。千灾百难，尽可保命。一生风顺的人，都是经得出奇的人。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说，万物皆为能量波，业力就是因果，因果就是能量波动，也就是能量的增减，而反映到人的身上，其实就是情绪的波动，如喜怒哀乐、贪嗔痴等等。所以有情绪就是有业力，情绪一起便有能量波动。所有的对外界的负面情绪是拿自己的能量攻击别人，也就是会消耗自己的能量，而积极的情绪就是从外界吸收能量。我们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处于能量波动的状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起心动念。当玩家在不断的游戏循环的时候，内心的那个小我就会被自己抓取，记录各种正面的、负面的信息、念头，并储存在玩家的潜意识里。因为大脑的分别对立和评判分析，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一面。当再次遇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，潜意识中的信息就会被激活，玩家下意识的就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你的习气。在反复的熏习下，能量波动，起心动念也固定了下来。所以每一次的陷入负面情绪，实际上就是在消耗内在能量。如果你的小我里储存的都是负面的念头，是因为长期的习气在操控你的整个人生。其实每个人都想改变自己，心中都有一个榜样，很多个当下都决心痛改前非，可刚起的念头根本无法抵抗自己生活中的旧有模式，又被自己的习气拉回到了固有的命运剧本。你内在的能量状态自然而然地给你匹配你该遇到的所有人和事，所以就一直在这个游戏系统中不断地循环，体验与你息息相匹配的游戏人生。很多粉丝朋友跟我说，他总是遇人不淑，有的桃花泛滥，生活处处都是困境，而每次换个环境换个人，同样的问题依旧在重复上演。为什么？因为问题并不出在别人身上，出在你自己的内心，是你自己的能量波动与他们同频共振，把他们吸引过来的。你怎么看世界，世界就怎么看你。你发出什么样的能量波，什么样的能量就会反馈给你。所以为什么要时时保持善念？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，你未来的人生才有解，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游戏剧本。然而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接受外界的能量波动，同时因为我们的分别和执着，我们就会被这些波动所干扰，甚至生出更大的波动。但是当我们明白原理后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物后起修，
悟就是明白真相、原理。当你明白之后，你就不会有疑惑。很多人都说，虽然道理我知道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因为你还有疑惑，所以你做不到真正的觉醒、开悟、明心见性，就是知道真相，了解真相，毫不怀疑，这个就叫悟。就像你在梦中突然发现自己在做梦，你的心境是不是立马就不一样了？所以我们要修的是什么？就是修那些让我们分别、执着、颠倒、妄想的习性。而从量子的角度，就是修的能量平衡。当外界的事情越不容易让你情绪波动，你的能量越平衡，你就越接近高我的状态。用科学的话讲，就是你面对不同事情的考验时，能否始终坚持本心如不动，把情绪波动的能量损耗降到最低。你能平衡的能量越大，玩家面对的考验也就越大，对高我的理解也就越深。而当你真正明白什么是高我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所执着的高我其实才是最大的考验。因为根本没有一个高我让我去执着，也没有一个能量平衡让我去守，因为一切都是游戏高我的显化，玩家执着的只是高我显化出来的不同的相。我即一切，一切即我。所以为什么让你接纳、允许如其所是？因为你与它本无差别，每个当下都是本心的鲜花。接纳的那一刻，就是与自己和解的那一刻。而我们作为凡夫，就是要用最真实的情绪、最真实的自己去面对生活。你有多真诚，内在反馈给你的就有多真。有人问，那我可以发脾气吗？我能有不好的念头吗？当然可以，前提是你不去执着它、纠缠它，而是允许它、接纳它、面对它，你的能量自然而然就会平衡，心中自然就无有恐怖。当你对能量不再执着的当下，你的业力就转为愿力，随缘而妙用。因为业力和愿力本就是一体，两面同出而异名。执着叫业力，不执着叫愿力。因为你接纳了它，那它自然会来成就你。宇宙有一个基本法则，就是能力抵不过业力，业力大不过愿力。一个人的能力再大，智商再高，都抵不过他做的事儿带来的影响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人做过的事再厉害，都抵不过他正知正念所带来的影响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责任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，就是我们的愿力。到底是博爱的，还是说把这个责任当成一个包袱，其反馈大相径庭。世间一切万物都是因缘之相，因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。大家可能会说，起心动念很简单啊，我发心做好事就可以了，我可以控制住。但是实际上我们控制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因里边多了一个业。业力总的来说有善业、恶业、无记业，这是一种很难停止的力量。
这种力量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。比如说，我们家中有一位老奶奶，年纪非常大，腿脚不方便，于是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，时常会我们的奶奶，她会不会有一些磕绊啊？会不会摔着？会不会出一些其他的紧急情况等等？然后我们克制住，我不去想，我不想就不会发生。但是过一会儿不由自主的又去想了，这就是业力所带来的影响。那么善业就是主动行善，或者说意识行善。包括我们看到老奶奶过马路，我们会去扶一把，或者说看到一个小孩非常可爱，我们不要吝啬赞美之情，这些都是布施，是有回馈的。所以你会看到平台经常给你推一些什么外国的一些好人好事等等，让我们心怀非常快乐。但是我们又会觉得我们自己怎么不是这样呢？实际上我们非常的善良，只不过民族的特性不同，我们比较内敛，比较害羞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从内心赞美他，这样我们就会自然地流露出一种美好和爱，这样微笑布施和眼布施就都来了，你自己也会很开心，这多好啊！同时你也会影响到别人。如果我们大家都如此的话，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民族。那么无记业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善，也没有恶。譬如我们在上学的时候，在课堂上老师讲一些知识点，但是由于我们走神了，或者说我们发呆了，或说我们想的其他的事儿，我们没有听进去。但是此时此刻，老师的声音也是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了，但是我没有记住，这就是无记业。业就像是扔出去的回旋镖，扔是因，回旋镖这个运动的轨迹就是业。我们无法控制这个过程，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因。你是要往臭水沟里扔，还是要往大草原上扔，就要看你的发心。这就是愿力，守住初心，向往光明，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，也是宇宙最强大的力量。所以一件事到底能不能成，要看我们的愿力。愿力来自于强大的心力，就像你爱一个人，你们坠入爱河，并许下了生死的诺言。那个时候你感觉你可以为他付出一切。你的母亲被别人欺负的时候，纵使对面100万雄师，你怒发冲冠洒热血，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你当时伟大的心理。总结成一句话，发一个大愿，告诉自己我爱这世间一切，然后带着这个愿力去生活，你会发现即刻起你重生了。业力这个词是来自于梵文，叫做 karma， 和它与之相近的一个词叫做 kama， 叫做欲望、爱欲。其实当一个人他的欲望越强的时候，其实也就是意味着他的业力关系越深刻。而欲望的欲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亏欠的欠字，也就是哪一个方面，你不管拥有多少，你对它的匮乏感越强，那么你和它的这种业力纠缠也就越深刻。那么如何从根本上去解决这种业力纠缠、业力关系？
在梵文经典《博伽瓦坛》中提到3种方式：一 ，dana， 也就是同英文的 donation 布施。你如果缺乏，你对某一方面觉得有匮乏感的话，那么这一方面你更是要布施。布施的并不是说一种真正的食物，而是一种能量。例如有一些人，很多人其实是缺爱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更应该做的就是把自己这种爱的能量布施出去，不管是对于动物或是对于一些灵体，他们都可以把自己这些爱，或者看对方需要什么，把它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给予出去。那么这个时候宇宙就会回馈给他更多的。当他的这种缺失感被宇宙的这种丰厚的回馈给抚平或是疗愈之后，那么这一方面的匮乏感、欲望 karma 或是业力 karma 也就会消失。当你得到的越多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方面你就不会再有太多的业力纠缠。yajna 也就是火祭、祭祀的意思。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，每个人的 DNA， 每个人的血液其实是他代表他的家族的印记，家族的这种业力。那么做火祭或者是做祭祀，它其实是突破我们这个维度，直接进入我们祖先的维度，让祖先的这些匮乏感给祖先以祭祀、以贡品，或者是安抚祖先。那么我们有时候感到这些恐惧也好，欲望也好，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的，而是链接到了另外一个维度。祖先的这种匮乏感，它给我们这种信息，我们的 DNA 或是我们的血液，我们的信息共振而产生的一种现象。当我们做祭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就是处理和祖先之间的这种关系，安抚祖先之后，我们的部分业力或是我们部分深刻的深痛的这种感受也会被疗愈、被抚平。3. 解决业力的方式 tapasya。 梵文 tapasya 其实通的就是英文的 austerity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苦行。那么苦行其实并不是说自我折磨，而是一种通神的方式。我们从它的这一个词语的这个方式去分析它，到底苦行讲的是什么。 austerity 前面它既通梵文也就是一种开启的声音，另外也通法语的也就是在什么什么地方或在哪。 star 后一部分其实通 star 星星。那么星星在古代文献里其实是指代是一个神，每一颗星星它都是一个司管者，特殊能量、特殊职能的神灵，或是一股能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开启这种高维的能量，开启高维的认知，然后我们的业力才会被消融。当我们这个是与你的世界，也就是说你多看到的视域是怎么的，你的世界也会投射出怎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自己的视域提高之后，就不会再被那些低等的发生低等的维度，或是一些过往的种种伤害被纠缠。提高维度最好的方式，第一，学习。学习并不是说你学习各种各样的，就是盲目的学习，而是学习你喜欢的东西，
当你学习你喜欢的东西，其实也就是符合你的天命。每个人的 DNA 里面，它其实都有自己天命的印记。当你做某件事情是你喜欢的，而做得非常好的时候，那就是你的使命。去学习这一方面的，对你使命有帮助的。第二，提频，就是冥想也好，瑜伽也好，去放空自己，把自己后天所学习的那些，所接收到的那些信息进行清理。只有当你的内在变得非常空灵的时候，你才有机会去接受更多高等的信息，高等的能量，而达到这种和心性连接，和这种高维能量连接的一种状态。这就是如何消融我们自身的业力的3个方式。消业有没有最快的方法呢？其实你还可以把业理解为记忆里储存的信息，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，说的就是你过去所有的身语意的因。有些知道，更多的是你不知道，都会根据因缘和合，分不同的时期来出现。遇到一次不舒服，就是一个业力，然后通过这件事儿，这个人的奉献表演，使你觉察到并去关照体验。如果本次你没有控制住，反而发了场大火，那就是又中了一业。所以没有最快的方法，只有时时关照，念念觉醒。故曰行中修，修中行，方为修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正知正念。愿你以清净心看世界，以平常心生情味，所念皆安好，所愿皆从容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